嗨，大家好哈这里是 CLEC James 漫谈频道我是 James 哈我们这个文字档的部分就会发布在 X 平台的文章上面，然后那这个 Podcast 就会上传到 Spotify 跟Apple 的 Podcast。那大家在这两个平台可以搜寻 CLEC James 漫谈，你就可以找得到这个频道哈。所以我们就不再贴这个 Spotify 或者是 Podcast 的连结，我想去找就找得到。今天我们来谈的一个学员的一些心声他就是第一个，他不太敢花钱，不过他现在学着想花钱学着老师学习他想说我都不太敢花钱自己会花大钱买好车他都不敢想象所以他现在开始要学习花钱的心量，也在学习借别人的钱来过生活。以前他看影片我们就一直说借钱来花就很爽那学员其实借钱花还有信贷房贷借来投资也很爽学员当然直接花钱借钱花其实感受又不太一样。学员大家都开始有一些花钱的感觉，他也想要加入能够体验这种感觉，所以他就买了一部新车，借钱买了一部新车，他感觉上还是挺爽的所以他就来跟我分享他慢慢要跟上富有又会懂得花钱的人生。只是以前的匮乏感，他不太敢花钱，还是在他心里的角落，就是资产需要再大一点才能够有一点底气我常常讲就是说，大家不一定说一定要一次借一大笔钱来花了，你借钱花很好你股票质押你借个1-20万去做个旅行，你借个美金2-3万去缴个税，在你的心理承受范围之下，先练习怎么样借钱花销。另外这位朋友还想分享，就是说最近他的大老板应该是老板的老板找他，就说你最近工作好像比较浮一点他一开始也想不通老板对他说这个话的原因原来他觉得他对他的直属老板讲话有点就是太直接了，很敢跟老板说不我想他可能之前都忍气吞声了，他认为之前他都忍气吞声，为了糊口饭吃，遇到不合理的就吞下来就算了。现在他因为资产来到比较多了嘛，也比较有底气了，也应该已经满足最低的退休要求，所以他就敢直接跟老板说真话，直接讲出来。可能他的直属老板不太习惯，所以他的心态真的开始改变了。若不是资产让他有够底气，他可能还会跟以前一样就低声下气附和老板所以他知道他已经达到年开销的15倍17倍就可以退休他就算了算，他应该是达到这个目标了，所以他稍微试探一下他的先生说我应该可以退休了，他的先生说坚决反对他退休
这个也很正常啦，一般的人就会觉得你怎么有那个胆子退休？当然，双薪家庭变成一个单薪家庭，另外一个还在工作的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一点，尤其是男生。其实先生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先生好像一毛不拔，或者先生就很，其实做先生的本身他就是有一个需要扛这个家庭责任的这种感觉嘛，所以他就觉得他就是比较相对没有安全感。那这个就是一般男生会有的反应。所以他先生说那么年轻就退休，你要做什么？你想有什么事可以做？但是他知道他先生应该是没有安全感，因为他的薪水可能是养不活他们全家的。所以我想他先生想到的是你若不工作我怎么养家的感觉。这里我们要讲的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退休，能不能退休，你只要想到你这个我们这条路，我们这个投资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你是可以提早退休的，你一定不会需要一直做到老死，这种感觉就非常的轻松。也就是说，本来你是认为被判无期徒刑的劳工，现在突然法官说你就只剩7年，你就可以出狱了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个盼头嘛，有一个盼望，就是终于有机会可以离开这个老鼠笼所以这个退休能够知道退休是可以盼得到的，提早退休是可以来临的。这个不只是资产上的轻松生活上的轻松，而且其实对我们的生理健康、家庭的和谐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然因为大家在一种遥遥无期的老鼠笼里面奔跑的时候，你的脾气、你的生理状况都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很高兴，就是说大家能够透过我们的频道，能够生活越过越平静，家庭越过越和谐，因为你一直担心的、担忧的已经不存在了就是你是会退休的。其实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其实那个先生说你如果退休了你要做什么？我们本来就可以什么都不做我退休20几年了，已经22年了。早上起来就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泡泡咖啡嘛。其实有时候我早上5、6点要起床，有时候想我起来，其实我起床的一个动能就是可以起来喝一杯香醇这个浓郁的咖啡。所以我是早上起床其实是被那杯咖啡的唤醒的，就是有一个终于可以再来泡一杯好咖啡我什么事都不做所以我们可以什么事都不做。外面认为一定要做的事，是资本主义给我们的一种毒思想也是人类为求生存所遗传的 DNA。 所以你一定要去找食物，你不找食物你晚上会饿死但现在我们是可以不工作就会有钱花，因为我们可以逃脱资本主义的老鼠笼，也可以克服远古时代为求生存的遗传 DNA 希望有一天我们人类这种为求生存的 DNA 可以突变，变成是什么事都可以不用做不用为生存而担心只要你资产比工作更重要，反而这个是我们人类应该要有的 DNA。当
AI 来临的时候，这一切可能就会变得比较正常，而且你 DNA 如果不改变，你可能会非常不适应，因为未来可能也没工作让你做。这个最近我就想到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了，就是说像 Elon Musk 他的火箭，那火箭有不知道2节还3节，一开始发射那个燃料，就最后就会掉到地面，它中间还有一个第2节的燃料，只有一个推进器，那个可能会报废，之后只有最上面那个舱。这个太空舱里面才是有价值的。那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发展到这个时候，只有像我们有投资人工智能的人是可以做到那个最上面那个最有价值的那个太空舱里面不会坠毁的。可是如果没有投资资产的人，可能就会是第1节很大的那个猛禽发动机9个引擎的，它飞上去之后，它的功能就是把太空舱推上去，它之后就又掉回地面，它永远没办法飞到外太空。那第2节车厢，第2节那个就是最后会报废，所以只有我们投资的人，现在有投资的人在太空舱，未来太空舱就会脱离轨道就飞出去了，所以如果没投资的人，未来要进太空舱应该是没有机会的，永远只会变成燃料舱。所以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了，因为你现在如果不投资，你要知道现在的 AI 的公司现在都是1-2万亿，那可是过了10年，可能每个公司都是10万亿、100万亿的市值。那我们投资者资产就翻10倍、100倍的时候，那晚5年、10年投资的人，你看他们怎么追得上我们？他追不上了。那他们就会变成这个只是发动机而已，他们没办法在太空舱里面。这个就是我说的 AI 发展到今天，那个门已经慢慢要关上，就是那个太空舱那个门，能够进太空舱的人数跟门已经要关上。当它一关上之后，后面的人是永远追不上了。这位朋友他当然就是不会跟她老公谈她到底有多少钱了，因为她听到上次那个 Penny 跟她男朋友，那要建议她男朋友投资，就把她的资产显示给她男朋友，说她赚很多钱。之后男朋友就是要去做房地产质押借款，要他要他背书嘛，要他做保，那也要他多负担一些生活费用，所以他就因为这个例子，所以他就不敢跟她老公说她现在的资产有多少。所以这里面就产生了夫妻理财观念不一样的时候，这个也是挺伤脑筋的哈。那有些人就是不愿意听，这也是天命哈。她跟她老公说，她老公也不能接受，就是已经送到我们的资讯是对的，是好的，已经送到嘴边了，她也不愿意张嘴来吃哈。他这位朋友就是想退休了哈，他要怎么样？他问我说怎么样安排比较好哈？其实这里面就是夫妻的你们的财产已经独立了，对方有在负担开销，或者是你们共同负担开销，你就不要改变这个，你也不用跟他讲你全部实际的资产有多少，你可以不用公开哈，你只要跟他讲我有投资有赚一点钱就可以了。
因为你们本身的对于投资理财的观念就不一样，所以给他知道你的资产的真正数字可能没有意义，那就维持原本大家对这个家庭的开销负担的比例就好哈。因为他们的资金就是比较没效率嘛，所以你让他知道更多，他就自己的钱不想花，可能会存起来，要花你这个比较有效率的钱，那这样子对全家都不好。虽然这个夫妻财产共有制本来就是你的财产多少，你不跟他讲，还是两边婚后的财产是均等的了哈。所以你可以退休是因为你这个上班所赚的钱占你的资产现在已经小到微乎其微了。其实大家要知道，你现在假设满足15倍或17倍的年开销，你未来的资产是可以再加3个零。那你现在17倍、15倍的年开销，再加3个零，加1个零就变成150倍的年开销，加2个零就是1500倍的年开销。你不可能活到1000多岁啊，对不对哈？所以当你有你有15倍的年开销的时候，要缓慢脚步为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还有家庭和谐做更多的准备，而不要再为那个对你的跟你的资产比起来微乎其微的薪水斤斤计较，更不用为他去卖命你可以跟老公讲就是我回复他了，就是跟老公讲，就是说我退休，可是我该支持这个家的钱，我还是照以前一样，该负担的我会持续负担就好了，让他放心。她的老公认为她的投资回报不一定会成功啦，所以我们也很难短时间跟他讲说我会成功，那你怎么证实？所以还是需要时间啦，所以你就退休，那可以持续支持家庭的开销，甚至有时候你出钱带全家出去旅游，让你先生感受到你是富有的人生。所以未必一定要证明你的回报有多少，或者是你不用把你的资产真实的金额给配偶看。可是比如说偶尔出去吃个大餐，你就没关系，我请大家吃饭，然后就这样。那你先生本来是他应该要负担的，那你帮他负担一下，他就会觉得很棒他会觉得你很好。会爱你更多所以当你对这个家的付出无形之间不居功，而那先生如果想要买一个东西，他有点省不敢买，你就说那没关系，我买送你就是这样子，那这样子的关系会越变越好。所以看看你能够负担家庭多少开销，就你退休的时候，就从你退休该领的提拨率拿出来那跟以前一样，该负担你的负担。那如果有多余的，你可以为自己，或者是为子女，或者是请先生出去吃大餐就我们今天去吃饭，我请客就这样OK， 我们的学员都很棒啦，我们是这个每个家庭的大树，所以我们已经懂得投资理财，我们的财务规划跟心理素质跟精神能量都比一般的人强。所以我们不只是家庭的大树，我们也是家族的大树家庭精神力量的稳定力量精神的稳定力量。家族有我们这棵大树，整个家族就会永远的富足。好，这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了所以今天第一个就是他借了钱
买了一个豪车爽啊。第二个就是他工作现在越来越敢说实话了，不会五斗米折腰。第三个就是她要退休了，那她老公有点担心，所以没关系，你就是表现出你是有钱人的样子让你老公慢慢的对你的退休感到这个安心所以注意就是你现在有投资的人大部分投资人我们就是做进了这个要往外太空的太空舱里面，其余的人可能就只能是做发动机了每天这样子喷射出去燃烧自己又掉下来，喷射自己然后再自己又掉下来，不是功能只是把我们的太空舱推向外太空。所以有投资，现在要投资很重要，这个投资的窗口快要关上了因为未来的指数基金 AI 的成长会超乎我们人类的想象，你后来投资的会跟不上。OK， 好，那我们今天的 James 漫谈就先到这里，好，明天见，拜拜。